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上的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3位来宾。首先是中经院国际经济所的副组长江太进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叶建中老师。主持人、观众大家好。还有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我们先带您来看的就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特别是川普，他向全球发动了关税战。那现在呢，还在余波荡漾啊。其中，日韩跟美方谈完之后呢，也都纷纷决定要加码投资，包括日本要投资5500亿美元，韩国是3500亿美元。那韩国在今年7月总算是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最新的消息是，川普向外界强调，他说韩国要付的这笔钱其实是预付的。要预付这笔庞大的投资金额，但韩国总统的政策顾问叫金永范啊，他说，南韩总统李在明是希望谈判能够基于商业理性推展，并且朝韩美两国的利益一致的方向来迈进。另外呢，根据不具名的韩国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川普这番最新的言论跟韩国对于韩美贸易协议的理解，这是重点，有出入。那么，首尔西江大学一位教授金荣正，他更是说呢，如果没有无上限美元流动性保证的话，那么这笔韩国说要出的3500亿美元，听起来根本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是不可能的。聂教授，请问一下，我们刚刚讲说，特别是预付这样的概念啊，就要投资3500亿，还有预付款这件事情，在国际上面有潜力吗？我据我所知是没有了哈。不过我觉得很奇怪，所谓的国际投资，到底现在是国家是要去真正投资它，还是它被要挟过去投资的？我这样讲，投资就属于主动、被动。我们都知道我们过去的钱可能赚的钱放在中央银行，因为有两种，一种是放在中央银行，但这个钱呢，你放在那边保本。我们从投资的角度说，这样是不对的。我们新国家理财官应该要拿出一笔钱来主动出击，叫新国家理财官，就是我们财务管理，钱不要放银行嘛，就拿出来做投资。那现在做 diversify 这国际投资很应该，尤其国家应该帮人民赚更多的钱，国际投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不过现在这个氛围绝对不是这样，是美国这次丢出关税也好，或者任何形式，他就是把全球当作他的提款机，他向全球要钱。那美其名叫做你来投资我，投美赔款嘛，就你把钱拿过来投。这个投资不叫真正国际投资，这是完全被动受控于川普的投资。所以你不管拿预付款啊、保护费啊这些东西听听就好了，也就是川普想拿钱嘛。但是，美国说我要拿你的钱，对，可是你也要你拿得出来才行啊。对，这钱从哪里来？对，好，那钱哪里来？我先跟你讲，就先讲一下国际投资，把它讲完。就你国际投资，你要有一定的 return 嘛，对不对？你没有 return， 这怎么叫投资？投资是为了 make more future， 你这样子赚更多的钱嘛。那主权基金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就是帮国家赚钱。好，现在来了，我们之前在台湾也谈过主权基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主权基金5大考量。第一个呢，当告诉他的动机目的，你到底要不要做，为什么要做？第二个就来源规模。每个国家方 size 不一样，你挪威基金、这个新加坡、淡马基金都不一样。台湾到底有没有需要？尤其当时在2007年看到我们的对岸中投基金拿着它的外汇存底2兆之后的2000亿1/10哦，是来做的时候，台湾就说拿外汇存底出来，错，台湾没有那么多他们是几兆，我们只有那时候4000多亿。拿出来，台湾就可能没办法保本，因此只能用孳息。你说钱怎么来？那这个钱你是说什么钱？是主权基金钱，还是国际投资的钱，还是国家要应付某些危难的钱？这个要分清楚哦。我只能讲说，以我专讲，我曾经分析过、研究过主权基金，它的钱我用了非常多。那台湾的钱的来源非常多啊，你可以是外汇存底，我刚刚讲的，你也可以是政府的资产，可以是民间资金，可以是信托基金，甚至是这个国发基金。国发基金很重要了。当然也可以公股市股，也可以民间发债，对，甚至另法编列预算，这都可以啊。还有一个叫4大基金嘛，是人民的钱，对不对？你只要能赚钱，这 why not？ 4大基金也都在投资啊。所以你说钱怎么来？多元化。不过我最后讲，它有主要的啦。如果是主权基金是单独立法，你可能不管你可以用发债入股的方式，或者拿4大基金的部分，还有外汇的孳息，你不可能拿外存底全量，外孳息。以及也就是甚至国发基金拿部分，因为国发基金也是有时候除了要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也是为了要赚钱嘛。对，所以这些都是来源主要是你要怎么样去定它的这个 portfolio 这个钱的来源，因为你赚的钱还是要大家分红的，所以这个有点复杂，对。所以当川普说了这番话以后，韩国非常的紧张哈，因为他
想来想去，就主权基金以外，他怎么样去筹这些钱呢？那现在哈，这个包括韩国，还有我们刚刚提到日本啊，其实日韩都表示他们会依据美方的计划来进行投资。但是也强调，绝对不是我们提到的预付啊，这个预付，而且那金额真的很高总共加起来，美国要日韩，刚刚讲说5500亿，再加上3500亿，总共是9000亿美元的资金啊。那么日本呢是5500亿，好，那特别呢在先前也有一个投资案的合作备忘录，但是当中并没有提到就是这种字样预先支付。这4个字。那另外呢，《纽约时报》则报道说呢，美日双方有签了一个 MOU。明确是有确定说呢，55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这个是重点，是川普决定投资哪些项目，并不是日本官员来决定。如果日本有违背川普的这个意愿的话呢，川普就有权提高关税。好，问题来了哈，如果日本真是不从，那结果呢遭到了关税的报复。江老师，您推演一下会有出现哪些情境？从川普4月开始在谈关税之后，几乎大家每天每个礼拜都在谈川普的下一步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发觉说，在这几个月，感觉川普就像月亮一样，初一十五不一样嘛，哈。那也许他今天说了什么，明天又改了什么。那现在甚至最新，川普想要收现金，不想要投资，还有川普想要对半导体是产品里面的有多少个半导体的元件来去做课税。那说实在，下一步川普要做什么，其实很难去做预测。那以日本来说的话，日本最大出口到美国的最大宗的商品其实是汽车，大概占了30几%哦。那再来是钢铁跟机械类，那再来是半导体相关的零组件啊，以及就是农林水产相关的一些产品哦。汽车其实说实在的，不只是课税的问题，那它美国本土内的销量，它其实也是在下滑的。那从今年的4月到今年的6月，扣除掉一些季节上的一些其他的杂讯之外，基本上它是少了200万辆左右的这样子的订单的量哈。那再来就是农林水产品的话，那一部分呢，清酒。还有一些日料店，那目前来说的话，是由美国当地的这些相关的产业自行吸收。那所以说，今天我课了税之后，是好到了美国政府呢，还是痛苦到了美国的民众？这个很难讲。那日本的话，从川普上任之前，那当时的首相石破茂就飞到美国去承诺说，要给美国大概5000亿的投资，然后一起去开发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等等的这些措施之下呢，那却拿到了这样子的关税的结果。目前日本政府是透过经济产业省来去提出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解方啦，来暂时去缓解关税的压力。那包含说是可能是成本转嫁，那再来就是说他们有弄了很多类似我们的补助型的计划，还有辅导窗口等等哦。那还有一部分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比如说增加自己的产品的附加价值，还有希望把一些过去在日本做的东西，把它挪到海外去，就有点类似像以前过去的台湾 Plus One 的这种感觉。那再来就是开拓美国以外的市场，那还有再来就是去希望能够转变一些现有的商业模式。那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看，包括像日本也好，南韩也好，尤其是南韩现在讲说，他们特别强调是川普总统你现在所讲的跟我们所理解的是有落差的啊。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厘清这个落差，但是厘清的时间点在哪呢？恐怕就是 APEC 啊。这个韩联社也报道说呢，因为韩美谈判在进行中，所以呢，川普预定在下个月APEC 峰会要到南韩去，双方预估在当时呢，这个应该会都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所以 APEC 有可能变成这个谈判的一个分水岭哈。南韩政府内部也评估说，如果原封不动的接受美方的要求，可能会造成南韩外汇市场的混乱，并且对南韩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所以他们也这个吃了秤砣铁了心说在不排除谈判破裂的可能性之下，以背水一战的姿态来跟美方川普展开协商。这个不排除背水一战剧本会怎么演呢？大师，
剧本就耍赖啊，然后呢玩硬的啊。说你听错了啊？说我听错你的意思了。没有啊，就是你基本上就是说，要看你的对手让不让你玩花样，就是让不让给不给你谈判空间。他们对手是川普，对呀，川普基本上，我觉得他认定的日本跟韩国都是属于乌克兰那一类的。你不要逼他，你不要他逼他的时候坐在那边，他就跟全世界讲说你没有牌。你跟我打牌的话，你没有牌。那除非你要重大牺牲，那你韩国、日本就是死抱美国的这么多年，他连他的那个头脑他都转不过来。mindset 已经既定了。他在 mindset， 你也不是，你亚洲也没有多大的团结力量。人家乌克兰，人家欧洲还有一个力量要挺乌克兰，你亚洲，你日本，你没有了美国，谁挺你啊？对，中国大陆也不挺你啊，俄罗斯也闹翻啦。东协的国家在20次大战被他凶得也那么凶，他们想要去找东协，东协也帮不了他。那没有后援嘛。韩国更惨啊，那韩国经济体没有，所以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川普有没有战法？川普有战法，商场老将怎么没有战法？我觉得吃定了韩国。没有，他第一个就是说你有罪，你认不认罪？哦，认罪，我对不起啊，皇上我有罪，为什么？因为我过去赚你太多钱了。我都对你有不同，我们都是占你们便宜的国家，对不对？你有罪。第二个就是说，那你就是你要给钱，对不对？好，要给好。第二，你承认了。第三个，给多少？你也认了啊。日本是5500亿，韩国3500，他认了没有？他认了啊。接下来呢，就是说怎么给，多短时间给完？我认为他们最多3年时间。因为川普还有3年，你3年你跑不掉的。川普天天就跟抽税鬼一样，你那5500亿，你就要给完，就跟国税局一样。而且账现在就要怎么给？因为川普现在，我觉得他们在谈的时候啊，打谈，他也学到从中国大陆学到一招，就叫谈出一个架构。架构就是说原则谈了，那内部的细节慢慢谈，那就。韩国跟日本认为说我找着争取时间，我以时间换取空间。我刚刚就老美来讲，川普来讲，就是说，你这个认了，我就下一招出来。所以他从来都在变，从来都在出新招。日本人很聪明，说我们的5500亿，我说穿了就是什么？就是融资和融资保证，就说你们要设厂，你跟我来借钱，我还可以赚钱嘞。日本的那个。谈判代表不是跟日本国内说，这个我们赚到，我们可以赚钱哦。结果现在日本人敢不敢讲话？没有了。然后呢，跟美国谈了那么久的这些人，包括石破茂，对不起，我下台了。你们高市早苗或者说小泉这个次郎你们自己再去谈吧。你还有3年时间，你就跟川普。那韩国更惨啊。韩国现在就基本上，我算了一下，韩国在2024年这个5月的时候，它的外汇存底一共是4132.5亿美元，里面美金的资产是3686.7亿。那美国算得很准啊，3500亿啊。那很简单啊，你先付钱啊，要不然我觉得美国人就说，那你全部换成什么？你全部换成100年无息债。对。然后呢？你去成立什么主权基金都没有用，反正这个钱你就吃定了。然后一步一步的怎么讲？这就叫什么肉一块一块的切，一块一块切到这里。韩国什么背水一战，它3面环水，对不对？它一面还有山，它山也过不去，所以韩国是没招。你以为韩国没辙？对，我跟你讲都是城下之盟，最后你就认。要不然你就基本上，那你找到换一个新靠山，你韩国转得过来吗？所以现在韩国也只能喊出说我们不惜背水一战但是像刚才聂老师有点到一个重点就是你任何的投资都必须看投报率，就是 ROI 的问题可是现在变得感觉像这种代操的概念我钱是我韩国的，但是呢操作投资什么项目是川普来决定是美国来决定，没办法主动这是非常符合这个川普 MAGA 的一个理念。